好了，各位亲友，大家好，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先分享田颖同学的体会啊。他是我看是3月31号的这个体会，说日行一善，说我能为你做点啥？说静心修己，保持爱的觉知。说我错了，说因听了823课陪爸妈小记2，以及去给父母扫墓，又联想到了很多过去的事儿，让心不得安宁，晚上就失眠了。京城呢也无形锻炼，头痛不止。后经李老师爱心点拨，助我度过了自己的心理关。李老师的话说甘泉一样入心脾安心神，内心又变得澄澈清明了。说感谢老师从自己过去的经历中解脱出来后又有了一点体会，分享如下。说每个人可能生活当中都会经历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事情就像过去我们曾经分享过一课讲说过去的很多东西，你用现在的觉知就可以改变过去过去的那个故事然后说人生真的是一种经历，经历过了并不是我看心就不纯洁了。说我以前会错误的认为经历越多心就越不清明，直到看了李老师说的才知其实不是这样，不是说你经历多了你就变得不纯洁了，不是这样人的经历不论多与少，都是上天给自己反省机会、学习的机会。就经过这些，你学习到了什么，觉悟到了什么。你经历这个，他经历那个，其实都是为了你要提升变化你的气质的。是新的境界，身心气质有没有得到提升？我的经历也不再是我的困扰和痛苦了，已经变成我人生不可或缺的心灵财富。我应更感恩和珍惜我的过往，在我的经历的基础上，好好的觉悟升华。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可能有很多人，比如说过去会有怎么样，就觉得哎呀，我就会对过去总有愧疚、烦恼或者是被困扰。其实大可不必这样。即使过去是很不好的东西，那你像你讲说是放下屠刀，立地还成佛呢，是吧？所以过去都是一种经历，就看你从中你有没有觉悟，你是学到了什么，醒悟了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说修无怨造的我，说有造无怨，这此减谦，减不足，静修。说听课锻炼体会，晚上学习第824课陪爸妈小结3。说早晚爱的磁场加日常安静的觉知，晚上学习这一课又聆听李老师温暖的分享。老师用自己家的故事和亲身体验展现出的是每一个家的日常，真的是这样有好几位同学留言说我写的这些东西其实不是写我自己，也写了很多的儿女，写了很多的家庭。说烟火气中藏着人间不变的温情在世事无常中仍有人间的爱是恒长。父母的爱创造了生命，子女的爱行了孝道，爱在每一个家庭里流淌在每个人的血液中，爱是世界上所有人类的这个根本。说此时让我有了敞开心扉、张开怀抱、拥抱世界、爱一切的感受。就我们天天锻炼这个内容，其实敞开心胸，张开怀抱，其实就在练这样感受在经历。其实我们在感受这些本来我们就应该有的这样一种感受。平常我们生活中太过匆忙了吧，太过忙碌了，就把本来应该有的很多美好感受就忽略掉了说每次听这个就是爱一切的这种感觉大爱的觉知就是如此吧。说每次听老师的课，总能让人不自觉的温暖包容起来说锻炼，说爱就是人的本能，相信人的本能本来就是慈悲安静的，本来就在爱的磁场中，在天地虚空的母体中，身心温暖融融。那我们讲的这个呼吸也是这样，就你往那一待，说跟那个胎息，胎儿在妈妈肚子里，那我们人不也在天地这个大的母亲大的母体之中，你把这个我撤出来了，把后天这个我撤出来，又返回到先天了，你真的就很自然的就呈现出和天地融通这样一种状态。就是那种呼吸它不是说真的，当然你也可能用各种方法去练把它练出来，那有的时候真的不需要。
这样那样的方法，不需要努力我去得，而是你去舍，把那个我舍掉，让掉。让掉之后，自然而然的本来有的东西展现出来。其实你本来有的更多，那个我有的东西更少，但是那个我呢，你总喜欢它。我拿着这个东西，拿着那个东西，有这个那个，别人说我什么好听了，这是很小很小的一点。为什么叫狭隘的嘛？很小的一点点，但是我们把很小的这个我当成了全部。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不是说你不想干什么事儿，真的有时候我觉得是不智慧，真的不智慧，你不懂啊。不知道原来我盯着的东西好像我能拿到手的东西，我认为是很多，其实是很少很少。你只要敢舍，你把这个东西舍掉，把那个我让掉，哇，你会发现那个更大的我，那里面所含有的信息，那里面所含有的能量，那里面一个丰富的世界，比你眼耳鼻舌身意所看到感觉到的这个世界呢，不知要广阔多少。不知道广阔多少。所以我们练这个呼吸啊，大家注意，不在于说特定的什么样的方法，而在于什么？这个让字。我每一次都会讲的这个让啊，真的是这样，在生活中在哪学会让啊，学会，但是不是无原则的了，你要去让，把那我退出去，那就不一样了。我们再接着讲这个胎息啊，说这个当呼吸走到极致了，那他就让呼吸走到极致了，自然而然的它就会出现了。那有人会说你自己这样锻炼有这样的一种感受，那么过去有没有前辈也是这样的？有啊，太多这样的了。我就举几个简单的，就传统经典中的印证。就这个认知不是说我的创建，不是说我发明创造，不是这样，而是历代修行者共同的体悟。只不过让呼吸这个词儿，可能之前没有人这么提出过来，我是用这种大家通俗易懂的简单的方法提出这样一种，这样也可以说是一个心法。我要去让本能，让什么？让呼吸。在传统经典中啊，你看庄子就说了，说真人之息以种，众人之息以侯。说息以种啊，不是真正用脚后跟在这呼吸，而是指的呼吸它深度贯透全身，直达脚跟，那是全身通透能量一体的那种状态。当你在站桩树里面一待很安静的时候，你一吸气一呼吸，你真的可以到脚跟了。那为什么能达到呢？那真人已经无我的阻碍了，没有我的阻碍，什么都会阻碍，我阻碍。我们都不是说平常不都讲说我是一切的根源，你气血不通，气下不去，我是阻碍啊？那生命能量自然没有我的阻碍了，生命能量自然的就周流了全身了。道家胎息经里就讲说，胎从福气中结，气从有胎中息。这个福气不是憋气，而是让粗重的口鼻呼吸逐渐的潜伏下来，或者你降服住你那个躁动的心那个气，那么这个呼吸就慢慢的归于内在了。当外在这个呼吸浮下来了，沉进去了，那个心浮躁的心落下来了，内在那个呼吸那个气就自然的就动起来了。就这个过程不是我在做，而是我让出去之后允许它发生，知道吧？不是说我在做这个开息，不是，我做不了，只是我让出去之后，它会自然的发生。就这个胎息的主体呀，不是人，不是这个我字，而是我让出之后，原来看到，原来人家会这样的。我说，就你让的一边，看到人家是这么玩的，我一让开，原来呼吸是这么玩的，原来血液循环是这样的，我让出去，就好像我让出去之后，你发现，肠胃在消化吸收，这些都不是我控制的，不是我让肠胃消化吸收的。我说清楚这意思了吧？不是我让它消化吸收，人家自己会新陈代谢、脾脏这各个功能，
没有一个是我指挥的。那个胎息也是一样，你让出去之后，你发现呼吸还有这么种状态，就类似这个意思。说念头止，不是说就没有念头，而是那个干预性的、控制性的我的念头止息了，那个东西止了，就这个时候息自然就会住了。这个住啊，它不是说就停了，而是往更深的住于更深的内在的呼吸状态。那下面就讲啊，胎息，其实上次我也讲了一点，说胎息不是一个目标，说我要怎么样做胎息，不是这样，可以说它是一个副产品一样。我打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啊，比方说你要去，我讲了，你要去山谷中找一个泉眼，找一个泉眼，你不会直接去到哪儿有泉眼，而是你找到溪流流水流下来了，我顺着溪流而上，上，走到了溪流的源头，自然找到泉眼。呼吸的锻炼也是这样的，你不必追求那个胎息，你只需要顺着呼吸这条路一直走。你走的过程中你就得意了，就像你去找那个泉眼，走的过程中那泉水你就可以喝了。就是你在往泉眼走的过程中，你就已经得到了泉水。让呼吸也是这样，你在往胎息的方向走的时候，这过程中你那个呼吸锻炼就已经能够对你的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帮助了。就你不必追求胎息，你只需要顺着让呼吸这条路一直走，越来越松，越来越静，越来越无我。你走着走着，有一天突然发现到了泉眼的地方了，就是说口鼻的呼吸就好像若有若无了，有的时候可能几秒钟没关系，你就有的时候可能在十几秒钟，有的时候很清静，没了。有的时候突然之间你觉得这个丹田里面咕噜咕噜，当然不一定就是咕噜咕噜啊，我是这么形容，就它在开合。有的时候你突然间我觉得好像全身的毛孔在跟天地交换能量。就这个时候大家注意啊，你真的会有这种感觉，你就甚至不知道是谁在呼吸，是谁在进行这一切。你突然觉得有的时候你会突然觉得呀，我是个客体，你会有这种感觉。你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主宰主体，就那种感觉。说认识那个本来是我原来是这个样的，就好像是就是能思考的那个所谓那个我，只是我的很小很小的一点点一点，还有那个更大的那个我的那个主体的存在，哇，在那儿啊，真的就好像那里面有一位伟大的智者、伟大的长者、伟大的老者在里面一样。就他好像比我的头脑不知道智慧多少倍，不知道年长多少倍一样。我说头脑我几十岁就几十岁了，但他这个里面这个能进行这种呼吸的那个存在，就好像他万千亿岁那种感觉似的，就觉得这个头脑这个大家注意，我这分享我个感觉，在他面前你会觉得你就是个跳梁小丑。就你觉得你那点小聪明、小伎俩，哎呀，当你有那种感觉的时候，你会觉得太丢人了。我怎么还能有那么个耍小聪明？在他这个伟大的智慧面前，因为你不知道谁在呼吸，就好像它里面有另外一套智能，另外一套体系在呼吸一样。所以练这个让呼吸啊，练之后，你从很多方面能开拓你的思路。突然你会更加的谦卑，
对这个生命的尊重啊、敬畏呀，真的不一样。平常讲，我们尊重他人、敬畏生命、敬畏另外的生命，其实你身体这个生命，你不得敬畏吗？这里面就有一个伟大的这个智者呀。就是说你不知道谁在呼吸，这一点希望大家可能慢慢你也能感觉得到。但你不知道谁在呼吸，那是谁呀？对那个你不知道的那个谁，你去稍微觉知他一点哟，你会发现那是一个无穷尽的力量。你只是那个力量展现出来的一小点点而已，但是你就觉得我这就很大了，你把大的力量给丢了。就刚才讲的那个，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哈？你认为你所得到、所能思考这个东西就是世界的全部，就是你很厉害了。其实那个是很小很小的，真的太小太渺小了。就你身体里面就有那个伟大的东西，可是我们不愿意舍弃那点点看得见、摸得到的所谓荣誉也好、能力也好，什么，就把那个最根本的反而丢了。所以当你真的有这种感受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对待外面的很多名利、很多事情，你真的就会有另外一种看法了。我们说三观就会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会变，真的会变。你会真的知道什么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人生应该怎么样过，什么是最有价值的，价值感真的会发生变化的。这个话题又谈多了，我们谈到胎息上面来，呼吸上来啊。也可以说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哎呦，这胎息不是我进入的，不是我得到的，我进入去努力的，而是什么？我退让出来。那个我不能进去，我出来了，人家才能展现出来。你不是得到的，而是你放下之后剩下的。当然，这个剩下是你本来就有的，放下之后剩下的。我说清楚一点，不是进入的，而是退让的，退让出来的，不是得到的，而是放下之后剩下的。然而，这个剩下的，它不是那个没有用的东西剩下的，而是真正宝贵的东西。就好像这个湖面全是水挡，然后就看全是水，水退去之后，你发现哇，湖底另一番世界。那么我们练这个让呼吸或者胎息在这个时代，它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它不单纯就是你个人通过这种锻炼，我获得一种感受。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它有它特殊的意义。之前的文章中讲到了，在 AI 急剧发展的今天，人类保持对生命完整性的认知有多么重要。胎息的状态就是生命完整性的极致呈现。在胎息中，人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什么？与天地相连的开放系统。不再是被皮肤界定的一个容器，而是能量循环的通道。不再是我在活着，而是生命本身在流转。这种体验是人类最珍贵的财富。万物一体它告诉我们，我们的存在远比我这个身份更古老、更广阔、更深远。就像刚才我讲的一样，这个我才多大岁数可你内在那个存在，亿万年了，那种感觉，就是我们的存在远比我这个身份更古老、更广阔、更智慧、更深远。我们是宇宙自我认识的一种方式，是天地能量的一次显化。那如果说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亲证这一点，都通过锻炼都有这种认识，那人类的集体意识就会发生质的变化。
你也认识到，哎呦，我和天地虚空是一，他也认识到，他也认识，都认识到了，那个争抢斗打杀这些东西就会怎么样？真的会慢慢的减少，就会减少了，就人类集体意识就发生变化了。不是说我一定要强压另外一个人，或者这国家一定要占领另外一个国家，要去抢别人的干什么的？大概讲是不是这样？就会发生变化了。AI 如果以这样的意识为蓝本，它发生变化吗？它也将走向一条与万物共生、与天地同频的道路，这是一定的。如果你给 AI 提供的信息都是分裂的，都是对抗的，那么他们也会走向这样一条道路，但他们的能力会更强，那让这个世界分裂对抗的会更加厉害。所以越来越多的人需要什么？需要亲证这一点，要实证啊。说实修，修炼是实修，不是嘴上说说的功夫，不是表面上哎我装成一个大师或者一个什么什么样子，不是这样的，真是实实在在的。最后啊，就是我非常感谢，就是大家能够愿意跟我一起讨论这样一个深邃的话题，能够听我这样的分享。当然，你一定还是关心我如何进入这个胎息，很多人就会觉得我怎么进入啊？那我还是回答，我回答是放下进入的念头，要退出。怎么退呢？让呼吸，让它自己进行，让本能，让身体，让你的心，让你退出去。当让到极致让到极致，那个我彻底退位，我退出去了，生命便再无阻碍，胎息自现。我想如同云散后明月自然当空，它是一个很自然的状态。但是往往就会越自然的状态，说大道至简嘛。那如果说这个东西特别的繁杂、特别复杂，那就不是大道至简了。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大道至简，你说既然是这个胎息是至大道是好的东西，那它真的就是至简。你要把它编的各种各样的花招、各种各样的样式，怎么去弄啊？如果说有人教你这个东西，弄的那个，反正是很神秘或者很怎么样吧，那往往就不太合适。那虽然大道至简，但是并不是说我一下就做到了，那还有什么？行之以诚，持之以恒。行之以诚，就我诚心诚意的我就这样去做，我就这样去做，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持之以恒呢，那就要坚持。你们想着我这一天，一天怎么一点感觉没有啊？2天怎么还没感觉？甚至1个月还没感觉？我放弃了吧？不是，就像我前面分享的那个谭先生，大概有2年多的时间，就收到了很好的这效果。当然2年多时间前面最开始还没有这样练我真正这样练大概有1年多的这样的时间。所以我们只要认真，行之以诚心诚意。说诚其意者，勿自弃也。就那种诚的状态，说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就那种状态，见到美好的景色，没有杂念，直接就是这种感觉，一做就是那种感觉，就像那个孩子一般天真的，我就让开他，让呼吸自然进行。可是呼吸自动进行，我就觉知这个呼吸，脑子里没有别的东西了，不三心二意了，就觉知它。整个精气神回收到身体里面，到丹田里面，心息相依，就很单纯的这样一个动作。前面不是有这个分享吗？
至深的体会，就是什么？越单纯越好，越复杂的动作越怎么越不对，越就单纯。就无意当中有正义，无意当中什么就很单纯的这种状态，持之以恒，那就得坚持，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啊！练一下到下个月再练一下，那你这肯定不行，是吧？就是每天我想，得空，或者我走路的时候，也是这样，不单单让呼吸，让整个本能，在生活中，我也学会要让。路口，我让别人先进，我让，就这个让的这种修炼啊，他在生活中随时对你都这么让，慢慢那个让就成了本事了，那个我就会退了，我就会越来越小了。所以我们讲这个法，就让呼吸这个法，其实是和理和心啊是合到一起的。说理法圆融嘛，理和法是一个整体的东西。讲这个理，它一定有法去做；讲这个法，一定有理的支持。其实理和法本来就是一个，理就是法，法就是理，它俩是融合到一起的。你分开了就不对了，好吧？但既然让呼吸有这么大的好处啊，对，可以说对整个人类集体的意识的觉醒都非常有好处。对后面的所谓 AI 时代人工智能，或者硅基生命的这种变化，也是给他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最底层的这种认知。既然这么样，我们就应该真的要踏踏实实把它练起来。没事我就这么去练，没事就因为你呼吸天天都得呼吸嘛，你不可能不喘气儿嘛，是吧？你只要呼吸我就这样去做，心息相依，当然你做的时候，身上有一种什么感觉？那种爱的感觉，祥和的感觉。就像过去讲，把爱带进呼吸之中，就是那个爱在里面成为一种背景，一个背景，就在这爱的背景中做这个呼吸。现在请大家放松安静安静安静。一让，从眼睛那儿把我推出去，你会觉得那个眼球一下有点像睡着觉时候的眼球一样，那种感觉。从面部表情上推出去，从头脑推出，眼睛是神气的。就从眼睛那一退，从头脑那一退，胳膊、手、躯干、下肢，全身就退了。让生命如其所是，让呼吸
真的像让路一样，停在路边看着人，别的你让他们先过去，你只是静静在那儿看着一路人马慢慢过去，过去，你啥都不用想，你心甘情愿的让他们过去，那种感觉静悄悄的，我静悄悄的让呼吸一出一入，因为刚才你一让全身的时候，让眼耳鼻舌身意，你的神气啪啦嘟噜就收回来了，缩回来了，头脑恍恍惚惚了，缩回来的精气神，纯净了的觉知，就和呼吸相伴相随。通过眼耳鼻舌身意分散出去的觉知，向外伸出的精气神回来了，回归生命本身，回归呼吸。心息相依，让呼吸全神贯注，聚精会神，心息相依。
心系相印，全神贯注，将我让出去之后，那个神自然回缩凝练入丹田，安静。
对身体里面发生的任何的气机变化，你都是让它如其所是，你不去控制它。除非有的时候啊，你特别不舒服，那你就睁开眼睛放松休息一下。让呼吸啊如其所是，这是觉知呼吸。现在慢慢调整，变成竖立，状态不变。将我从全身撤出，
安静，百会上领，身体慢慢直起，脚慢慢合拢，手缓缓下落，重点在肚脐上，安静，两手分开，安静，敞开心胸，张开怀抱，现在也是在和天地同呼吸，手向上拉起，慢，比气平，你慢慢的，身体不动，只有胳膊动，你体会全身那个微细的变化，也在和天地虚空进行能量交换一样，爱奉献出去，那个心灵的呼吸，慢慢上升，肩平，再向上，向上，头顶上方，无限虚空，安静，慢慢下落，听额头，面部，
是内脏都在呼吸。腹、丹田、小腹、富贵硬啊，腹语足面，下上提下上提下上提转掌，颈椎的后侧向上，是面门，点手向前，到肚脐，点两手中点，静养，继续让呼吸心息相依。安静，
今天锻炼就锻炼到这儿，谢谢大家。